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聊一个正在悄然兴起的技术协议。它可能不会立刻改变世界，但它瞄准的方向值得我们认真去关注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其实正在生活在两个完全割裂的数字世界里面？第一个世界是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，刷抖音、看 YouTube、用 ChatGPT， 支付呢用 Apple Pay、微信支付轻松便捷。第二个世界呢是 Web3 的世界。比特币、以太坊、MetaMask 钱包，你可能拥有 Web3 的钱包，但说实话，主要就是用来炒币的，很少真正的用加密货币去消费。这个就像两个平行的宇宙，彼此互不相通。这个问题呢，其实已经困扰了整个行业很多年。Web2 有用户体验，但有边界和限制。Web3 有技术优势，但普通人根本用不上。现在呢，有一个名为 X402 的开放协议，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。它的目标听起来很简单，让你在任何普通的网页上直接用稳定币完成支付，过程呢就像点击 Apple Pay 一样顺畅。想象一下，点开一篇文章，钱包自动支付1美分，内容立刻解锁，再也不用为了看1-2篇文章去包月或者是包年。使用 ChatGPT、Cloud、Gemini 等多个 AI 的时候，不再需要一次性的充会员，系统呢按照你实际使用的次数自动结算，用多少付多少。这样的体验在过去几乎是不可想象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完整拆解这个可能改变互联网命运的协议。我们将会谈到它是如何运作的，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出现，它能否真正的打通 Web2 和 Web3， 以及投资者、开发者和普通的用户各自能从中看到什么样的机会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看现状。此刻在美国硅谷的某一个咖啡厅，一个程序员正在使用 Cloud 写代码，信用卡每月自动扣费20美元。同时呢，在他的另外一个浏览器里边 ，MetaMask 钱包里边躺着价值几千美元的 ETH， 但这些钱和他正在使用的任何网站都没有关系。这个就好像他身上同时带着两种货币，一种能在现实世界里边花，买咖啡、吃饭、支付 AI 的服务。一种只能在加密世界里边炒币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。Web2 支付很方便，但它有边界。Web3 呢，支付非常先进，但很难用。我们具体来看一看这个边界到底在哪里。首先是地域边界，如果你身在中国，你想订阅一个美国的 AI 服务，可能遇到支付的障碍，信用卡呢会被拒 ，PayPal 不支持，或者需要复杂的外汇手续。第二是平台的边界，每个网站都是独立的支付体系 ，Netflix 一套 ，Spotify 一套 ，ChatGPT 又是一套。这个就像每个商店只接受自己的代币券。第三呢是金额的边界，你能为一篇你想阅读的好文章支付仅1美分或0.001美分吗？在传统的支付体系里边，这几乎不可能，因为支付手续费要比内容还要贵。而 Web3 呢？理论上，它解决了所有的这些问题。全球统一的 USDC 或者是 USDT， 去中心化、无需许可，天然支持微支付和自动化。但现实是，用户体验太复杂，普通人根本搞不懂什么是私钥，什么是 gas fee。就像拥有一辆超性能的跑车，但方向盘、刹车、油门的设计都很反人类，大多数人宁愿开慢一点的、普通一点的车。所以问题的核心是我们需要 Web3 的技术优势，但要有 Web2 的用户体验。这个就是 X402 想要解决的问题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X402 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。故事呢，要从26年前说起。1997年，互联网还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，工程师们为网页的访问定义了一套大家至今都在使用的标准 HTTP 状态码。当你打开一个网页，浏览器背后其实就是在和服务器对话，这些代码就是这场对话的信号。你一定见过404页面不存在，200请求成功，500服务器的错误。但有一个状态码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沉睡着，402 Payment Required 需要付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那个年代根本没有合适的数字支付的基础设施，信用卡是为线下的商店而设计的。网络支付又慢又贵，根本无法支持按次付费这种体验。这个就好比你们家里边的老房子，其实早就预埋了光纤的接口，
只是没人有设备能用上它。而现在呢，情况彻底的改变了，稳定币技术成熟了，区块链支付也变得便宜又快速。那个沉睡了26年的402，终于有机会真正的被唤醒了。那么这个 X402具体是怎么工作的呢？想象这样的一个场景，你在硅谷想阅读《纽约时报》的一篇付费的文章，传统的方式，点击文章，跳转注册的页面，填写信息，绑定你的信用卡，订阅整月的服务，等待邮件的验证，回到文章，整个过程可能需要10分钟。X402的方式呢，点击文章，浏览器检测到402状态码，钱包弹出支付提示，0.05的 USDC 解锁这篇文章，你点击确认，1秒钟以后文章解锁。这就好像给整个互联网装上了一个通用的支付感应器，网站说要付钱，也就是返回402，你的钱包就像 NFC 一样，滴的一声完成支付，就这么简单。背后呢，其实只有5个步骤：第一，网站返回402状态码，包含收款地址、金额和支持的区块链；第二，钱包自动识别支付请求；第三，用户确认支付；第四，钱包完成交易；最后，页面即时解锁内容。整个过程只需1到3秒，比下载一个 app 还快。技术上有下面几个关键的优势：首先，它是基于现有的我们已经用了20多年的 HTTP 标准，不再需要重新发明轮子，任何网站都能够快速集成。其次呢，它支持多种的区块链网络，以太坊主网、Polygon、Base 等等，开发者可以选择最适合的网络。第三呢，完全开源，不像 Apple Pay 或者是支付宝，它们是完全封闭的。而 X402 呢，任何人都能够实现和改进这个协议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支持真正的微支付，0.001美元的交易没问题。传统支付系统根本做不到，因为支付的手续费更贵。X402 解决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，更是一个经济学问题。它让互联网第一次真正具备了用多少付多少的能力。但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：为什么是现在？402的这个状态码已经在26年前就被预留了，为什么5年前做不到，而今天却成为了可能？时机很重要。如果是2019年，这件事也根本做不到。为什么呢？想象一下，你去买了一杯咖啡，标价1美元，用比特币去支付。今天呢，付了1美元，明天这1美元可能就变成了1.5美元，也可能变成了0.5美元。咖啡店的老板疯了，我是卖咖啡的，不是炒币的。这就是加密货币早期的问题，价格波动太大，无法作为真正的支付工具。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，稳定币已经成熟了 ，USDC、USDT 等等稳定币总流通量超过了1400亿美元，它们锚定美元，价格稳定，支付基础设施已经完善。Polygon 网络上转账的费用只需要几分钱，确认时间只需要几秒钟，用户接受度大幅的提升，全球已经有了数千万人使用过加密钱包。虽然主要还是在炒币，但至少技术门槛降低了。Coinbase 抓住了这个时机的窗口，稳定币足够稳定，可以用于支付；区块链已经足够快，可以支持实时的交易；用户基础足够大，可以形成网络的效应。就像当年智能手机的出现，不是因为触摸屏技术突然发明，而是 CPU、电池、网络、屏幕技术都同时在同一时间成熟了。X402也是一样，它不是单个的某一个技术突破，而是多个技术同时成熟的结果。这个就解释了一个现象：为什么最近突然有这么多的公司开始关注 Web3 支付？因为基础设施已经准备好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再来看看谁正在参与这场革命。首先要澄清一点， X402不是某家公司的专利产品，它是一套由 Web3 开发者社区主导的开源协议，代表着区块链世界最核心的价值：去中心化、开放、社区驱动。你可能以为 X402只是一个概念，但实际上它已经开始有了落地。先从 Coinbase 说起，作为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， Coinbase 虽然不是 X402的发起者，但它却是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。他们正在开发钱包的新功能，让 X402 支付体验变得像点击 Apple Pay 一样顺滑。这个就像当年 Google 全力支持 HTTP2 一样，大公司的参与往往意味着加速普及。接着是 Cloudflare， 也许你没听过这家公司，但它是互联网的隐形股价。
全球20%的网站都通过它来加速访问，抵御攻击。更重要的是 ，Cloudflare 不只是关注 X402，而是已经在自家的 Agent SDK 里边率先集成了这个协议。这个意味着开发者现在就能够让 AI 智能体在 Cloudflare 的 Web 服务和 API 场景中，通过 X402实现链上自动支付。比如说，一个 AI 助手想调用天气的 API， 过去必须先预付费或者是包月，而现在呢，每次调用自动支付几分钱，用多少付多少，这是目前大型基础设施中最早真正落地 X402的案例之一。还有一个更接地气的例子 ，QuestFlow， 这是一个 AI 自动化工具的平台，他们也集成了 X402。在这里，你可以直接使用 USDC 支付每次的 AI 服务，合成一段视频0.1 USDC。调用一次 API 0.01 USDC， 微任务托管0.05 USDC， 不需要充值，不需要包月，按需付费，即用即付。这就像给 AI 工具装上了一台自动的投币机。与此同时呢，主流的钱包厂商也在开始加入 OKX 的 Web3 钱包 ，Bitget 的钱包已经宣布支持 X402的拓展。这个意味着全球数千万用户已经拥有了使用 X402的基础工具。但我们也必须承认 ，X402 仍然处在早期的阶段，大多数的网站还没有起场，用户的认知度也不高，体验还需要进一步的打磨。不同的是，它已经从概念变成了真正可用的基础设施。你今天就能够下载支持 X402 的钱包，在 QuestFlow 上体验 AI 微支付，用 Cloudflare 的 SDK 构建自己的应用。接下来呢，真正的门槛也非常清晰。主流的浏览器原生支持，生态网络效应的形成，不断变化的监管环境。但这并不是坏消息，反而是巨大的机会。回想一下2008年 Apple Store 刚刚上线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只有500个应用，几乎没有人看好。但几年以后呢，它撑起了整个移动互联网。X402的处境就像当年的 Apple Store， 也像2010年刚刚兴起的 HTTPS。当时 HTTPS 也只是银行和手术网站使用，但一旦被主流的浏览器支持，它就在短时间以内变成了互联网的底层标准。X402现在就站在这样的一个拐点上，如果它能够获得更多开发者和企业的支持，完全可能成为下一个改变互联网底层逻辑的基础协议。这不仅仅是 Coinbase 的动作，更是整个 Web3 行业向支付基础设施渗透的关键一步。真正的技术变革往往就是从这种不起眼的试点开始。现在呢，我们来设想一下，如果 X402 真正普及，会发生什么？场景一，内容创作的革命。你是一名独立的作者，写了一篇深度的学术分析文章，现在你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免费换流量，要么被平台抽走30%到50%的收益。但 X402 提供了第3种可能性。你可以直接设置阅读全文0.05 USDC， 全球用户一键支付，没有中间商，没有地域限制，优质内容第一次可以被真正的按价值定价，创作者也因此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。第二 ，AI 服务的爆发，未来 AI 工具不再逼你包月，而是按使用量来计费。翻译一段文字0.002 USDC， 生成一张图片0.01 USDC， 分析一段数据0.05 USDC， 所有交易数据都在后台自动的完成，用多少付多少，没有摩擦，这是传统的支付体系几乎无法实现的体验。场景3，机器经济的起点。当 AI 能为 AI 付费，当机器可以自主的交易，机器经济就此成型。你的 AI 助手可能会购买天气数据，规划出行，购买算力，训练模型，购买翻译的服务，实时的处理邮件。这种自动化跨地域的微支付，传统银行根本就做不到，而 X402 呢，天然支持。更深层的意义 ，X402 不只是支付的技术，它代表的是一种新的互联网秩序，从免费但被监控到付费且自由，从平台垄断到协议的开放，从国界的限制到全球统一。想象一个这样的互联网，没有平台能够左右你的支付，没有国家能阻止你的交易，每一笔付费都精准对应你获得的价值。这个不仅仅是技术的升级，更是权力结构的重塑。当然，我们要理性的看待风险。我必须强调，X402 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技术本身，而是网络效应。
如果网站不支持，用户就不会用它；如果用户不用，网站也不会支持。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Catch-22，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。第一，用户体验的挑战，普通人对加密钱包的门槛依然很高，丢私钥、gas 费波动、交易失败，这些问题足以劝退大部分的用户。第二，技术风险，网络拥堵可能造成支付的延迟，智能合约漏洞可能导致资金的损失，交易不可逆，一旦转错无法追回。第三，监管风险，各国政策态度并不统一，反洗钱与税务合规可能成为推广的拦路虎。第四，市场风险，如果没有足够的用户与网站相互驱动，生态也很难真正的跑起来。但我想说的是，所有革命性的技术的早期都伴随着风险，真正决定它能否走远的是利弊的权衡。好消息是 X402 面临的大多数问题都属于技术与体验层面的，这些可以通过产品的迭代、标准化来逐步的解决，而它试图跨越的是 Web2 与 Web3 之间的结构性鸿沟，这个才是更深层也更值得投入的方向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 X402 值得我们理性的面对，也值得给予足够的关注。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个现象， X402 协议火了，但火的方式有点扭曲。围绕 X402 协议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概念币和迷因币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PIN。 什么是 PIN 币呢？它是一个在 Base 链上发行的代币，利用 X402 的支付即铸币的玩法，用户你只需要支付1个 USDC 就能够获得5000枚 PIN 的代币。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意思？但问题也随之而来， PIN 在短时间以内暴涨了30倍，市值一度突破了1600万美元。但它有什么实际价值吗？没有。有官方团队和技术支持吗？也没有。有明确的应用场景吗？还是没有。PIN 币本质上就是一个迷因币，和狗狗币、PP 币一样，完全靠情绪和投机推动价格。更危险的是，类似 PIN 币的 X402 的概念币还会不断的涌现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蹭 X402 协议的热点，却和协议本身毫无关系。这个带来了几个严重的问题。首先呢，是泡沫风险极高，这些币可能一夜暴涨，也可能一夜归零，完全没有基本面的支撑。第二，安全风险没有保障，第三方随意的发币，智能合约无人审查，项方可能随时的跑路，用户可能被随时的割韭菜。第三，协议的原意被扭曲了。X402 的初衷是构建支付基础设施，却被大量的投机项目拿来炒作，这对协议的长期发展其实是一种伤害。第四，误导了普通投资者，很多人以为买了 X402 的概念币就是在投资 X402 的协议，但这个是完全错误的理解。我必须再次的强调， X402 的协议本身没有任何官方的代币，所有所谓的 X402 概念币都不是协议方发行的。真正基于 X402 的支付只涉及 USDC 等稳定币，而不是这些炒作的代币。如果你真的关注 X402， 重点应该放在哪些网站已经支持了 X402 的支付，有哪些真实的应用场景，用户体验是否在变好，而不是哪个概念币又涨了，哪个民币最热。记住一个原则，协议创新不等于代币投机。X402 是一个可能改变支付方式的技术协议，但这不代表每一个蹭热点的代币都有价值。未来还会有更多类似 PIN 的代币出现，一定要保持警惕。投资要靠认知，不是靠情绪。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我们生活在两个完全分离的数字世界里面，它们之间缺少了一座桥梁。X402 可能就是那座桥梁，也可能不是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有人已经开始动手去建造它。历史上每一次的技术革命都有一个关键的时间点。2007年 iPhone 发布，很多人说太贵没必要。2008年比特币白皮书问世，很多人说这玩意儿就是一个庞氏骗局。2010年 HTTPS 开始普及，很多网站嫌麻烦，嫌成本高，而现在呢，轮到了 X402，它也许会像 HTTPS 一样悄悄地重塑互联网，也可能被时代淹没，无法给出答案。但我清楚一件事情， Web2 与 Web3 的融合是大势所趋，支付系统的数字化升级也势不可挡。如果说比特币让人们第一次可以自由的转账，那么 X402 让整个的互联网也能自由的收款。
它不是一家公司拥有的产品，而是一种开放的网络协议。当机器为机器付费 ，AI 自动购买服务，当数字世界拥有自己的经济循环，也许今天我们讨论的 X402就会成为未来的基础设施。留给你的问题是：你觉得 X402有机会成功吗？你愿意为更好的支付体验去了解加密钱包吗？你认为 Web2 和 Web3应该融合还是继续分离？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决定互联网的下一个10年。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，入口就在外网的频道的主页，和更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来聊聊未来的金融世界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谢谢，再见。